我起手画的这一条线啊，大概就是会公肌下边的这个边，然后有2块肌肉是穿到它下面去的。现在画的这一块是大圆肌，然后对大圆肌有一点遮盖，在大圆肌的下边的这个动作下，这一块是背阔肌。它腋下的结构是这样。这一侧肩三角肌，注意手臂的动态，它是转过来的。转过来之后，肩三角肌的指点应该跑到前面来。要注意柱体的宽度变化。这个效果画的非常不错啊，细节处理的也到位，效果很好。形上的呢，就是这个腹部这里画长了，所以连带着这边的小臂也画长了。然后结构上面呢，这个位置需要注意一下，肩三角肌它到这儿就停了，它过来之后，肱三头肌从它的下面出来，但是呢，不能画成这个样子，它不能这样包着肱三头肌，你这个形状就有一点这种感觉，它跑到下面去了。然后这里露出来的一点，它是背部其他的结构，最有可能的就是冈下肌，然后斜方肌应该更厚一点。这张效果也是画的很好，结构上呢基本上没啥问题。然后胸腔的话，注意一下胸腔上端的这个开口呢可以再小一点，然后两侧不要顶起来这么高。其实胸腔离斜方肌还是有一点距离的，大概这样的这个距离就可以。剑突可以再小一点，下面的这个腰部稍微的粗一点。然后画胸腔肋软骨的话，要注意，上面第一对它是朝上倾斜的，第二对是略平的，第三对逐渐往下是朝下倾斜的。还有就是它这个角度啊，它这个胸腔是往起抬的，是挺起来的。上面的这个圆面应该看不到这么大，应该是扁一点。它胸腔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这个上面的开口呢画大了，注意判断好胸腔的状态、角度。画的能力是有的，就是对结构这个缺少掌握。如果想要再继续精进，那一定是解决结构问题。你看这个胸腔的位置，它后边的轮廓就不要太往前，有点容易站不住。它这个胸腔和胯呢没有什么角度的变化，腹部这里的中线呢就应该在这儿。所以胸大肌在腋下这个位置，它是有这种一层压一层的折扇结构。然后肱三头肌，哪怕你想要画小一点的这个肌肉不那么发达的，它这个基本的特征也是得有的。还有就是这个手臂不是这样伸直的，这种阶梯关系要强调出来。如果角度转过去的话，这一侧的斜方肌应该更低一些。这回看起来清晰多了啊，画面清晰多了，比那种乱涂颜色要好一些。然后就是在画的时候要注意形，腹部这里啊没有这么长，这条轮廓应该在这儿。大概是这样。然后胸腔呢，这个角度看上去几乎看不到它的斜方肌啊，就在后边。那么它的胸腔也不能画上面不能圆到这个样子。如果是这么圆的话，那它的这个边就已经越出人体了。这个角度，它胸腔上端的圆面应该更扁一些。这是胸骨，但这个胸腔有点不太对称，这边长，这边短。像这种动态呢，胸腔会有形变，但是比较少。它的对称特征还是会在的，左右不会差太多。然后注意，这里鼓出来的是腹外斜肌，
这边的腹外斜肌在这儿，要根据腹外斜肌去确定它的髂前上棘、髂棘，也就是骨盆的趋势。骨盆的大概的形状是这样，这里是它的耻骨联合。画肌肉的时候啊，找个参考吧。这个东西没有太多需要讲的，找个结构图一看就知道了。肌肉肌纤维它一定是从起点连向指点的，那它起点在哪，指点在哪？如果足够清楚，就不会画错，就不会画成平行的了。这个画面效果有比较大的问题啊，但是这个形还好。是工具的问题呢，还是什么问题呢？这个画面效果呢，看起来不太符合我们的要求。你这侧面为什么画出这样的线条啊？我们画线都是在画形，在画它的造型，无论是线还是色块，是涂是揉，都是在塑造造型。你这个看起来和造型脱节的线，所以要先解决这个问题，把笔触用在造型上面。这两块形之间是怎么接的？有的是画轮廓的线，有的画是这个面和面之间转折的线，转折的地方有厚的，有薄的，把这些交代清楚，朝上的面，这种轮廓都要画清楚。这种很多个形挨在一起的，它们之间的关系画清楚，不能两个形之间这个虚掉了。包括轮廓线上的一些穿插，它都属于造型。然后适当的从外轮廓线往里边去走一些线，这个线和形它就结合起来了。然后胸腔这个位置是顶起来的，这个稍微窄了一些，腹部这里，这个地方也是，你看跟刚才改的这个地方一比，这个地方就画虚了，就感觉结构它没有扎扎实实的交代清楚。下一步解决这个问题，基本大型还好，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。这张画的基本上还不错，然后就是效果上呢有一点碎，不够整。你看把这几个地方一擦，整体关系就变整了。就看小东西看太多了，然后呢又没把控好每一个小东西的度，就是观察的不够整体，对造型的认识不够整体。这个塑造能力是有的，这个小的结构啊，小的造型啊，也是能够观察得到的，但欠就欠在缺少大的整体意识。就是在这种塑造的时候，这种大块面，整个腹部在一个灰面里边，然后保证它是一个灰面了之后，再找它上面的里边的这个亮暗层次变化。你像在修改之前，这里面的亮颜色都特别突兀，然后你在这种整个大的亮部区域里面的重颜色呢也比较突兀，所以它就会比较花比较乱。注意一下这一点。胸腔上边的这个圆面呢再小一点，它可以比脖子稍微的再窄一点。它的胸腔大概有这么大，锁骨这里还好，像它这个肩三角肌要更长一点。然后画颈部的时候要注意颈部的朝向，把它理解成一个柱体，然后用柱体的横截面表现它的朝向。这个手臂是往前转的，所以能看到它的肩三角肌的支点。手臂和胸大肌这个位置它是挤压在一起的，因为手臂往前转了，肱二头肌就贴过来了。你是有一定的绘画能力的，有一定的功底的，就画的还是比较熟练的，就是对这些结构欠缺理解，还有就是对动态的分析，动态之下肌肉的一些形变缺少分析。然后看一下下面的这个，下面这个最明显的问题呢是手臂柱体的朝向，它还是有一些朝前的，虽然抬起来是能够看到它的横截面的，看它这个角度。胸大肌外侧这个轮廓上半段
它是遮住这个圆柱下面的，下面是被拉平的一些，上面是朝上弧的，绕过圆柱跑到后面去。这一整块呢都是胸大肌，肩三角肌在这个角度呢几乎是看不到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，手臂和胸大肌。那么腋下的这个结构，它是这样，我起手画的这一条线啊，大概就是会弓肌下面的这个边，然后有2块肌肉是穿到它下面去的。现在画的这一块是大圆肌，然后对大圆肌有一点遮盖，在大圆肌的下边的这个动作下，这一块是背阔肌。它的腋下的结构是这样，这一侧肩三角肌，注意手臂的动态，它是转过来的，转过来之后，肩三角肌的指点应该跑到前面来，然后注意柱体的宽度变化。